我现在面前的是华为发布的全新旗舰平板 MatePad Pro 标准版以及柔光版，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我们先开这个标准版吧。有一个100瓦的 USB-C 加 USB-A 的双接口充电插头，然后这里有一个 USB-A 转 USB-C 的数据线，很薄，比较轻。当当！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款呢是一个白色版本，镜头设计是一个圆儿，然后里面套着2颗镜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柔光版啊，哎，这款是一个鸡蛋黄的颜色吗？我们看一看啊，哦，它这个是有一点不同的质感啊。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配色具体的名字，但是它明显应该是一个主打配色，对不对？左边这个是标准版在灯光下的一个反射，右边这个呢是纳米时刻，它相当于是消除了光线的反射。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分成3个部分啊：外观、屏幕、天生绘画以及全新的星闪键盘。我们先说外观啊，这一次一个白色，一个黑色，还有一个暖金色带有细细纹理的鎏金丝箔。后盖呢依然是航空级的玻璃纤维 Mate 60系列保持一致，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这种材质优点是轻薄耐用，支持无线充电，不足呢就是没有玻璃那种透亮的质感。深色版本呢容易沾染指纹，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优先选择金色和白色这2个颜色啊。这次屏幕大改，华为首次引入了12.2英寸的屏幕，这个尺寸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对比了之前11英寸版本的 MatePad Pro， 大家可以看出新款明显是要大了一圈啊。因为之前屏幕比例的原因，11英寸呢其实更像是一个 MatePad Mini， 而这次12.2英寸版本则更符合全尺寸平板的一个概念。第一个细节改变，12.2英寸屏幕比例从此前的16:10改变到了现在的3:2，大家可以理解为长宽比从之前的1.6变成了现在的1.5，就整体从瘦长变得短胖了。带来了2个改变，第一个就是当你横向去跟电脑使用屏幕的一个习惯差不多的时候，横向看网页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了。第二个是看杂志文献，可利用的面积更多了。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啊 ，A4 纸比例是1.4，传统的杂志刊物比例是1.3啊，现在的这个 MatePad Pro 比例是1.5。12.2英寸版本呢要比11英寸版本更薄，比13.2英寸那个版本要略厚一点，但是整体也已经很薄了，重量呢是524.5克。第二个细节改变呢是边框，和11英寸的 MatePad Pro 相比，屏幕边缘圆角变小了；和13.2英寸的 MatePad Pro 相比，边框呢还要略宽那么一丢丢啊。但是大家注意，通过这一点点边框的加宽，华为在边框里就塞进了一个小小的前置镜头。现在既不用像11英寸版本有一个屏幕挖孔，也不用像13.2英寸一样有一个屏幕刘海了。屏幕这一次是一个重点升级啊 ！MatePad Pro 12.2英寸版本采用了全新的双层 OLED 屏幕工艺，峰值亮度可以达到2000尼特，寿命提升到此前的3倍。在此之前 ，MatePad Pro 11英寸的屏幕峰值亮度只有600尼特。而这一次直接怼到了2000尼特，应该是成为了现在 MatePad 全系最亮的一个平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对比钢铁侠手部和脚部的火焰喷射器所发出的那种耀眼的光芒，这就是 HDR 高亮屏幕所带来的这种观看的效果、观看的优势。这次呢，12.2英寸版本有一个环节是落后于13.2英寸版本的，就是那更大的。就是它的屏幕防反光镀膜。同样一个场景啊，13.2英寸的屏幕防反光镀膜呢，会更加出色，沉浸感会更强。你新款是新款，但是家族地位不能乱。在屏幕工艺上，华为带来了纳米时刻工艺的柔光版本啊，可以在复杂光线中去除反光，获得像书籍、纸张一样的反光效果。柔光这个版本呢，在书写的时候也会拥有更接近纸张一样的那种沙沙的书写反馈。柔光版的不足啊，因为光线散射嘛，黑色在一些环境中呢就没有标准版那么黑，就是在光线不那么复杂的场景中，可视角度的色彩和亮度都会衰减的比标准版更快。我现在还不知道这2个版本的价格差异啊，按照以往的经验呢，柔光版可能要贵个300-400块钱左右的样子。我从目前的使用体验来看，综合视觉效果和书写体验，我会优先推荐柔光版。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聊聊华为最新的绘图软件天生绘画。这次第1个升级是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指纹画板。在应用当中呢，你可以直接选择丝柏、宣纸等一系列图案作为背景。在这里呢，我本身也不是插画师，所以肯定也不能参透其中的各种功能和技巧啊。我就特意找了一个插画师小姐姐，我们俩一起给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在金丝柏背景设置当中，华为不是简单的就给你一个背景，好像贴图一样，而是你可以详细设定不同的参数。那么这个背景纹理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我们听小姐姐来解答一下。
天生绘画的这个背景纹理有一个好处是，我们不需要在内容图层之上再新添一个背景纹理的素材。那我在上面哪怕使用不透明的画笔去作画，也是可以在内容之上看到这个纸的纹理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大家懂了吗？就是这个纹理是展现在画作当中的最大程度去模拟真实世界的质感。这次华为应该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国风绘画做的适配，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宣纸背景，第二个自然就是笔刷。在水墨笔刷之外呢，华为新增了流体笔刷。这个流体笔刷很有趣啊，它会模拟我们真实的毛笔蘸墨，然后在宣纸上写字晕染开的那种痕迹。好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做流体笔刷。比如说我现在选择一个黑颜色，你能看到吗？就是我在画的这个过程中，它的笔触啊是慢慢晕染开来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你能看到吗？它慢慢往外扩散，扩散到一定程度，然后它停止了。在这里我们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水量的，我可以选择水量最高，它的晕染的效果就最夸张。哎，看了吗？如果你选择水量最低，它就几乎是一个干巴毛笔蘸干巴墨啊，这样一个效果。据说华为是调研了非常多的真实晕染笔触，开发出了这套笔刷。这个位置我看了专业插画师的笔触，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晕染它不仅是自己可以向外扩散。大家可以细看一下，就是我在绘画的过程中，它会像有水一样，这个地方会完全晕开。然后我如果在这上面加一笔的话，所以这个边缘会完全模糊掉，而且会根据你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会自己生长。然后再去做一个混合，这个是比较惊艳到我的，因为它基本上完全还原了真实世界里面我们去做一个晕染和一个绘画过程的效果。另外啊，它下边有一个小风车，这个小风车写着吹干，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增加趣味性，就是模拟这种吹的效果。我还想说，哎呀，这华为还挺有情调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吹干之后，两种笔记就不会互相晕染了。比如说我现在点击已经吹干了，它基本是不与我前面的那个颜色去叠加的。这一次还有一个泼墨笔刷，就是可以悬停在屏幕上，通过双击手写笔实现泼墨的操作。泼墨这个位置呢，它是这样，距离这个平板屏幕一定距离的时候，轻点两下，慢一点啊，轻点两下屏幕，大家看到了吗？泼墨这个，我在一些那个书法大师的短视频里我看到过，就是那个大师一脸严肃，然后拿这个笔，就那样，这样一甩啊，最核心的就身边得有一群弟子，大师这么一甩，其他人就好。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功能对于绘画是否真的有价值呢？这个位置呢，小姐姐用泼墨的这个笔刷去画了一个在森林中有这种金色的光线光辉照耀过来这样的一个效果。我看完我明白了，就是泼墨啊，它其实名字叫泼墨，但它只是一种绘画的手段，在泼墨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不同的功能，其实可以创造出很多有趣的题材。天生绘画的第3个升级呢，是资源中心，就相当于一个笔刷市场吧，用户可以自己上传或者下载喜欢的笔刷。这个位置你看，小姐姐真的是寥寥几笔就画出了一个螃蟹在午后悠然抽烟的这样一个画面，哇，栩栩如生。天生绘画的第4个升级，则是一个结合 AI 的绘图人像练习。在练习功能里呢，就有一个添加人像练习。比如说，我现在上传了一张我自己坐火车的照片，然后呢，我们现在选择一个可爱画风，好不好？获取线稿。然后大家看啊，现在原图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生成的线稿是这个样子的，发型、我的眼镜框、我的大概的五官轮廓以及我的这个衣服，它是几乎是一个对应的状态。然后我们选择置入画布，你就可以把这张图线稿放在旁边，然后呢把刚才的参考图放在这里。我现在想生成一张钢铁侠，这个右边这个线稿，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AI 生成的这个钢铁侠的战甲，这个是它根据这张照片所生成的一张钢铁侠。
这个可能不能叫做 AI 作画了，我觉得它更有点像前几年有个流行的叫《秘密花园》，对不对？有一个那个涂鸦那种绘本那种感觉。另外，大家关心的图层数量啊，官方现在给出的数据呢，2K 分辨率可以实现支持500加以上的图层，6K 画布支持的是110个图层。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聊聊华为全新发布的星越键盘。这次几个小细节啊，第一个细节，材料手感非常细腻，大家看到的好像是纯白色，但实际上它的上方呢是有这种小黑点存在的，有点像宣纸的效果。重量呢是431克，不会给平板增加太多负担。大家在使用这款键盘夹的时候一定注意啊，一定不要这么拿。不要拿这个位置或者拿这个位置，因为下方这个位置呢是没有金属面板的，所以说如果你这么拿的话，很容易把这个键盘位置弯折掉。厚度方面呢，左边这个是 iPad Pro 妙控键盘，右边这个是 MatePad 加上他们的星越键盘，整体上我感觉厚度是几乎相同的。第二个小细节就是这款键盘的材料耐脏性提升了，用女生很常见的口红来涂一下，好不好？哎，画了一个圆，用纸给它擦一下，看能不能擦掉。完了，擦不掉，完了。哎，擦掉了哦，原来不能蘸水，大家看到了吗？哇，完全擦掉了呀！所以说大家看一下我的经验啊，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键盘上边沾染了污渍，不要蘸水去清洗，先用干纸巾去擦拭，就能比较好的擦拭掉。第3个细节就是键盘在开启的过程中，前半段是没有阻尼的，然后当我打开到这个位置啊，很明显能感受到现在有阻尼感了，大概推到这个位置。已经可以稳定悬停了，看到了吗？就是它的铰链啊是在这面和这面之间，然后在这个位置，你看我就可以任意角度悬停了，看到吗？然后一直到当这面跟这面展平的时候，它是一个展开的最大状态。我自己测试啊，我觉得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阻尼悬停感还是不错的。它在展开的时候是有2个角度，这个是第一个角度，然后我可以给它打开放在这儿。这个是第2个角度，上仰的幅度会更大一些，放在腿上，对吧？大腿上打字，这个角度会更合适。苹果的解决方案呢是通过转轴让平板悬浮，而华为的解决方案则是创造了一个稳定三角形用来支撑。占地面积的话呢，华为这个大概是23厘米左右吧，它毕竟是一款12英寸的平板，所以这个长度我觉得还可以。这个转轴角度和妙控键盘相比呢，它的仰角位置要热一点点，但是日常使用起来我自己测试啊，感觉问题不大。第4个小细节，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这样一个三角形支撑啊？就当我把这款平板往上翻，你看这是第1个档位，对不对？这是第2个档位，对不对？如果我再打开往上，大家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笔槽，我可以把我的手写笔直接放在这里，它有一个磁力吸附，大家注意，即使我这么放，这根笔也不会掉下来。上边这个位置啊，也有一个笔槽，也就是说，如果我把这款键盘夹合上的时候，用来收纳的时候，大家看，这个笔是完全被笔槽所保护的，它不会挤压到你的平板或者屏幕，所以这一点非常稳定，我觉得这很好。这一点啊，其实我自己在使用iPad 的时候，我认为确实是一个痛点，因为它确实可以磁吸，但你磁吸的时候，如果你放在包包里，如果碰到一些东西，就容易给它碰掉。而现在直接收纳在这个键盘夹里，就做到了一个既能够保护笔，又能够保护平板，同时笔又不会掉落。如果我们保持华为 logo 朝上去摆放，就好像它吸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根笔是同时在充电的，看到了吗？这个位置它刚才有个充电提示，如果你把笔放在笔槽里很长一段时间不使用，那么这根笔依然不会没电。第5个小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这款平板是给我的手写笔进行充电，对不对？如果我按这个位置，你是能看到这里有一个大写锁定灯来亮起的，所以键盘也是通过这套平板来供电。但是如果我拆下这款平板，你会发现它后背部分这个吸附是完全没有任何金属触点的。如果我看这款平板背后，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金属触点的。它现在是通过一个无线的方式来对这个键盘和手写笔进行充电，完成度非常好，一体性非常好。第6个细节，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大的宽阔的触控板，它是可以在不同角度来进行按压的，大家听一下啊。支持单指来进行滑动，双指来进行滑动，支持3指向上滑动，然后双指轻触这个触控板就是一个右键。在鼠标样式上呢，你可以选择更接近于 Windows 电脑的箭头，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更接近平板样式的
圆形，就是在这个位置啊。鸿蒙键在这款应用当中，我们如果想返回桌面，那直接按 Command D， 用快捷搜索 Command S 就是 Search。你想快速的进入通知中心，你就 Command N Notification。如果你想进入快捷中心 ，Command C Control Center。总体来说，这次发布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款键盘，属于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并且完成度非常高。我甚至觉得这个键盘才是主体啊，平板属于配件。我对这款键盘的期待就是能否在未来加入键盘灯，对不对？暗光下打字更方便。以上就是华为 MatePad Pro 最新的12.2英寸的一个测试体验反馈。我的一个感觉是，从这款平板开始，华为可能要对自己的 Pro 平板产品线重新梳理、重新洗牌了。之前的11英寸和之前的12.6英寸，这两个未来可能就融合到一起，变成现在的12.2英寸。我比较好奇的是，13.2英寸那个版本是否会再次增大，和现在这个版本组成一个全新的大小号组合呢？我们一起继续等待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